定无法想象，每天都要吃生肉，住冰砖搭建的冰屋，没有青菜吃的日子。但当你来到这个零下60摄氏度的冰雪世界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些不过是小儿科，也是这些冰雪土著人的日常。他们就是因纽特人，这个被外界当成猎奇谈资，却实实在在为了生活而努力适应的族群。要知道，这里的冬季漫长到占据了1年2/3的时间，气温可以低至零下60摄氏度，没有树木，没有蔬菜，没有可以依赖的农耕条件，一切生存都必须依靠海洋与冰原。人类若想在这样的极地生存，不得不将动物与冰雪利用到极致，从饮食到住所，从衣物到婚姻，全部与环境紧密相连。于是他们用雪砖砌成房屋，让零下60度的风雪止步于冰墙之外。他们把鲸鱼皮当蔬菜嚼，把海豹大肠直接吞下，以此获得维生素与能量。他们用熊皮、驯鹿皮缝制厚实的衣物，用骨骼和筋膜制作针线与日常用品，还用鱼泡缝制避孕套。他们甚至将婚姻制度改造为借妻与共妻，只为避免近亲繁殖，维持族群延续。然而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，这些传统逐渐消失。现代的法律和信仰让他们放弃了以妻待客的习俗。可他们到底是怎么在这极寒的天地生存的？又是如何通过狩猎、吃住度过这么长的时间？他们真的是因为没有开花而选择了这样离奇的生活吗？本期我们就要深入他们的群落，看看这方冰雪的天地到底孕育了一个怎样的民族。或许在因纽特人的故事里，我们能重新理解人类与环境之间最原始的关系。如果把地球铺开来看，因纽特人所处的地方几乎是地图上的尽头，他们的家园覆盖了整个北极圈的一部分，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楚科奇半岛到阿拉斯加北部，再延伸至加拿大北极群岛，最后抵达格陵兰岛的冰雪海岸。这片广袤的区域跨越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，是真正的世界最北端。这里的地理环境极端到超乎想象，冬天长达8-9个月，漫天风雪和极夜将村庄淹没在黑暗里，气温常常低至零下40甚至50摄氏度，大地几乎没有一棵树，土壤冻得坚硬，农作物无从生长，湖泊与海面被厚厚的冰层覆盖，能依赖的只有少量季节性化开的河流和短暂的夏季苔原。对于外来者来说，这是一片生命的禁区，但因纽特人却在这里世代生存下来。因纽特人的活动范围极为广阔，但人口却稀少。如今，他们的总人数大约不到20万，分布在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和零散的村落中。和热带民族不同，他们的聚落往往规模很小，几十人、上百人就是一个村子。这些人紧紧依赖彼此，互相交换猎物，照顾孩子，共同对抗风雪。他们的迁徙轨迹也与环境紧密相连。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，因纽特人的祖先原本生活在更南方的地区，但几千年来，他们不断向北移动，逐渐适应了极地生活。有学者推测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片冰雪孤岛，一方面是因为南方与其他部族的冲突，另一方面则是北极地区独特的海洋资源，鲸鱼、海豹、北极熊，这些动物成为他们生存的依靠。在北极，食物不仅仅是果腹的必须，更是生死之间的分界线。对于因纽特人来说，没有农耕，没有蔬菜水果，整个饮食体系几乎完全依赖海洋和冰原上的动物。鲸鱼、北极熊、海豹、鱼类，这些猎物不仅是他们的蛋白质来源，更是维生素和脂肪的储备库。在漫长的冬夜里，因纽特人的铁胃展示出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智慧。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吃生肉、喝生血的习惯。外人常以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做法，但背后的原因却又合理。新鲜的动物血液和生肉里含有大量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，这是在缺乏蔬菜水果的极地环境中维持身体健康的唯一方式。如果食物煮熟，这些营养物质便会大量流失。为了避免坏血病，因纽特人常常直接把刚猎获的海豹大肠切开，
当场分食，还要生饮鲸鱼或海豹的血。外人望之作呕，但他们却将其视为补充能量的佳肴。在因纽特人的餐桌上，有一道独特的蔬菜——鲸鱼皮。厚厚的鲸鱼皮脂层被切成小块，直接生嚼，口感既韧又油腻。别看它黑不溜秋，却富含维生素 C， 被认为是极地居民最重要的营养来源。孩子们常常把鲸鱼皮当作零食嚼，笑称那是他们的水果糖。除了生食，因纽特人还创造了极具冲击力的黑暗料理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基维亚克。做法是将数百只未去内脏的海雀塞进一只完整的海豹肚子里，封口后埋入冰雪中发酵数月。等到冬季来临，打开海豹肚子时，扑鼻而来的气味足以让外人昏厥，但因纽特人却乐此不疲。他们会把半发酵的鸟肉直接撕开食用，甚至连骨头和羽毛都不吐。据说这道食物不仅美味，还能在极寒的冬天为身体带来强大的热量。在因纽特人的饮食中，还有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甜品——血脂冰淇淋。它的原料不是牛奶，而是用驯鹿脂肪、鱼油，再混合少量野生浆果搅拌而成。浆果带来的酸甜味掩盖不了脂肪的厚重感，但在因纽特人看来，这是孩子们最喜爱的零食。与其说是甜点，不如说是极地版的高能量补给品。海豹几乎是因纽特人的全能超市，肉可以吃，皮可以做衣物，脂肪能点灯取暖，就连肠子都能用作食物或加工用品。在某些场合，猎人会直接把新鲜的海豹肠子洗净，蘸着海豹血生吃。他们坚信这是最快捷的补能方式。女性则会用海豹脂肪熬成油，储存在食器容器中，用于烹饪和照明。外人或许会用猎奇恶心来形容这些食物，但对因纽特人来说，在没有农作物、没有牧场的极地，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从猎物身上汲取全部可能的养分。鲸皮、海豹肠、发酵鸟肉，这些听上去不堪入口的食物，正是他们赖以延续生命的根基。如果说生肉体现了因纽特人对自然的智慧，那么婚姻制度则展现了他们对族群延续的独特安排。和外界的爱情神话不同，在北极，婚姻不是浪漫的选择，而是冷酷的生存方程式。每一条规则都与资源匮乏、人口稀少和族群延续紧密相连。在一些因纽特社区里，一妻多夫的情况并不罕见。兄弟共娶一个妻子，不是因为浪漫的多角关系，而是为了避免家庭资源被进一步分散。多名兄弟娶同一个女人，意味着他们依旧住在同一屋檐下，共同狩猎，共同抚养孩子。这样既维持了家庭的完整，也保证了土地、猎物和劳动力不会因为分家而削弱。孩子的父亲往往名义上归大哥，但在抚养上，整个家庭共同承担。更让外人震惊的是因纽特人曾长期存在的借妻习俗。丈夫会主动将妻子介绍给来访的客人，甚至主动提出与对方交换妻子。这并非单纯的性行为，而是一种社交与生育策略。对因纽特人来说，来访者往往是远方的猎人或邻近部落的成员。通过妻子的介出，不仅能加深两家的友谊，还能引入新的基因，避免近亲繁殖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种用身体换取未来的方式。一些资料提到，丈夫们甚至会用海豹肉、三文鱼等作为借妻的象征性补偿。你可能会觉得，这不就是在贩卖女性吗？可事实上，对他们而言，在严酷的环境下，来访的客人可能意味着新的猎物信息，甚至是未来的盟友。因纽特人曾流传着这样的待客之道：如果一个陌生人来到村子，主人会以最丰盛的食物和最温暖的庇护接待，而最终的最高礼遇便是将妻子安排到客人的寝铺里。对他们而言，这是表达信任的方式，也是建立联盟的纽带。在某些仪式或聚会中，因纽特人会进行灯灭游戏。油灯被吹熄后，人们在黑暗中重新寻找伴侣。这样的仪式既是娱乐，也是社会调节的方式，让不同家庭的男女有机会接触，增进血缘之外的联系。这种伴侣的短暂交换，在外人眼里或许荒唐，
但在因纽特社会中却有助于避免基因单一化，同时缓解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。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存在一种近乎苛刻的生育规则，同一妻子所生的前几胎必须由不同的父亲来完成，第一胎归原配，第二胎换一名男人，第三胎再换。这种看似残酷的规则背后的逻辑同样是为了保持族群的基因多样性。在极寒的环境里，一个族群如果近亲繁殖，可能很快就会陷入疾病与虚弱的循环。如果说食物是因纽特人生存的燃料，那么衣物与工具便是他们抵御自然的铠甲。在北极，零下50度的寒风能瞬间让皮肤冻裂，如果没有合适的衣物，人类几乎无法踏出家门。因纽特人无法依赖棉花和羊毛，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猎来的动物，于是皮毛与骨骼被他们用到了极致。驯鹿皮是因纽特人最重要的衣物材料。驯鹿皮毛厚实，毛孔内层含有细小的空气层，天然就是保暖的羽绒。因纽特人会将驯鹿皮裁剪成衣裤、靴子和手套，冬季外出时全身裹在里面，可以抵御刺骨寒风。海豹皮则柔韧而防水，非常适合制作外套和靴子。在出海捕猎时，猎人往往身穿海豹皮衣裤，既能防止冰冷海水渗透，又足够轻便灵活。北极熊皮是最奢侈的衣物材料，只有少数成功猎熊的家庭才能拥有。熊皮大衣不仅厚实，而且覆盖面积广，常常被用作被褥和睡袋。对于因纽特人来说，能披上熊皮是身份与勇气的象征。因纽特人深谙没有任何一部分可以浪费的道理。动物的骨骼被他们打磨成针、刀和锥子，锋利而实用。三文鱼骨细长坚硬，是绝佳的针骨。驯鹿的大骨则被打磨成刀具，用于切割肉类和皮毛。鲸鱼巨大的肋骨甚至可以作为屋架，用来搭建夏季帐篷。金剑同样是重要的材料。驯鹿或鲸鱼的金剑被剖开，晾晒后拉扯成丝状，韧性极强。女人们会用它们作为缝纫线，把厚重的皮毛一针一线缝合成衣物。相比现代的尼龙线，这些金线更加坚韧耐寒，不会在零下环境中脆裂。在女性的巧手下，动物的每一部分都能变成生活用品。海豹的膀胱和小肠被清洗干净后，制成防水的袋子，可以储存油脂或作为容器使用。甚至在某些资料里，海豹小肠还被加工成原始的避孕套，展现了因纽特人极为务实的智慧。婴儿的摇篮与背带也源于动物皮毛。母亲会用柔软的驯鹿皮做成婴儿袋，把孩子背在身后或挂在胸前，既保暖又安全。孩子的小鞋小帽同样由皮毛材质，缝合处再用苔藓填充，既能防风又能吸汗。在因纽特社会里，衣物和生活用品几乎全部由女性制作，男人负责狩猎，女人则在屋内剥皮、刮肉、晾晒、缝制。制作一件完整的海豹皮大衣往往需要数周，女性必须既有耐心又有技艺。缝制不牢固，外出狩猎时便可能被寒风灌透，甚至危及猎人的生命。除了动物，因纽特人也巧妙利用苔藓。女性会用干燥的苔藓作为婴儿的尿布，吸水性强且易于更换。成年女性则会把苔藓与鹿筋膜结合，制作成简易的卫生用品。虽然看似原始，却满足了在极寒环境下的基本卫生需求。在因纽特人的世界里，动物不是单纯的食物，而是生存的全能资源。从皮毛到骨骼，从筋腱到内脏，每一部分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。在全世界提到因纽特人，人们脑海里浮现的第一画面，往往就是那座白色半球形的小屋——冰屋。冰屋的构造看似简单，其实暗藏巧思。建造时，因纽特人会先在雪地上用刀具切割出一块块大小一致的雪砖。这些雪砖并非随便取材，而是要选择高密度、坚硬却又不至于过脆的压实雪块。然后，猎人们会像砌石墙一样，将雪砖沿着圆弧线一层层堆砌，逐渐收拢，最终形成一个密闭的半球。顶部最后一块雪砖被称为钥匙砖，只有将它放好，
整个冰屋才能稳固不倒。别看材料只是雪，冰屋的保温效果却令人惊叹。外面是零下40度的狂风，屋内却能维持在0度上下。对习惯极寒的人来说，这已经是舒适的环境了。屋子里还会点起由动物脂肪制成的油灯，既能照明又能加热。油灯的火焰小而稳定，温度不会太高，以至于融化屋顶。因纽特人把这盏油灯称为生命之灯，它几乎决定了一家人在冬天能否平安度过。但冰屋也并非永久住所，而是随猎季与迁徙而建的临时栖身地。每到冬季，猎人们会在狩猎海豹的海岸附近搭建冰屋，等到春天来临，冰屋便会被弃置，任其融化。夏季，他们则会使用鲸鱼骨架和动物皮革搭建帐篷，轻便灵活，便于迁徙。这种因季节而变化的居住方式，使因纽特人能在极端环境下保持灵活的生存节奏。居住空间往往很拥挤，一个冰屋内可能住着一整个大家庭，10几口人挤在同一个屋子里，孩子们靠在一起睡觉，女人守着油灯照看火苗，男人则在外面警戒或者打猎归来后休息。隐私的概念几乎不存在，家庭的一切都是共享的，从衣食到空间，甚至到夫妻关系，集体化的生活方式贯穿了他们的文化。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，冰屋的地位逐渐被取代。许多因纽特人如今住进了政府修建的木屋或彩色小楼，屋里有暖气、电灯，甚至还有电视和网络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冰屋仍然是因纽特人身份的象征。每逢节庆或文化活动，人们依然会建造冰屋，以此作为传统的延续。对许多长者来说，冰屋不仅仅是房屋，更是与自然和祖先沟通的方式，是文化记忆的一部分。在因纽特人的生活中，男人的价值几乎完全由狩猎和捕鱼决定。猎人并不是一个职业，而是一种身份，一种生存的责任。没有猎人，就没有肉食和脂肪，没有油灯燃料，没有皮毛衣物。海豹是因纽特人最重要的猎物，几乎可以称作他们的生命之源。猎人们常常在冰原上守候海豹的透气孔，那是海豹浮出水面换气的唯一通道。猎人必须屏息静气，手持长矛一动不动地等待，往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。冰原上的风吹得人面皮生疼，猎人只能靠意志力撑下去。终于，当海豹浮出水面呼吸时，猎人会迅速出手，长矛一击毙命。整个过程容不得半点犹豫，错过一次，可能意味着全村人这一周都要挨饿。海豹全身都是宝，肉和血是食物，脂肪熬油可点灯取暖，皮毛可以制衣，金剑可以做成绳索。正因如此，猎获一只海豹并不是个人的荣耀，而是整个村庄的救命稻草。比起海豹，狩猎北极熊则是另一种层级的挑战。北极熊和因纽特人一样，是顶级捕食者，同样会守候在海豹透气孔附近。遇到北极熊，猎人必须拿出最大的勇气。传统方法是用狗群牵制，然后猎人持长矛与熊正面对抗。胜利意味着收获大量肉和厚实的熊皮，但失败可能是丧命。北极熊狩猎往往需要全族合力，极具危险，也最能体现男人的勇武与价值。除了狩猎，捕鱼也是生计的关键。冬季，湖泊与海面结冰，因纽特人会在冰上凿出小孔，用手工编织的网或鱼叉捕鱼。鱼类多为三文鱼、北极鳕鱼，它们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。捕鱼不仅需要耐心，还需要技巧。例如，他们会用驯鹿骨做成鱼钩，用柳树皮或鲸须制作网线，甚至利用雪的反光观察水下的鱼影。夏季冰雪融化时，他们会划着用鲸鱼骨与海豹皮制成的小舟出海捕鲸。捕鲸是最盛大的狩猎场面，往往需要数十人协作。几艘小舟围攻一头巨鲸，猎人用鱼叉刺入鲸体，再用绳索捆绑，消耗鲸的体力，成功捕获一头鲸，足以供养整个部落数月，是因纽特人生活中的大事件。在因纽特社会里，女性从来不是闲坐在家中等待的人，她们没有猎人的长矛和雪橇犬。
却肩负着同样沉重的生存责任。若说男人是猎场上的支柱，那么女人便是屋子里的火苗。没有他们的劳作，男人带回的猎物无法被妥善利用，孩子和老人也将难以维持生活。因纽特社会的性别分工十分明确，男人负责外出狩猎，追逐海豹、北极熊和鲸鱼，女人则守在家中，剥皮刮肉，缝制衣物，照顾孩子。狩猎虽然危险，却也带来荣耀，而女人的劳动虽同样重要，却往往被掩盖在日常琐事中。当猎人带回一头海豹，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。女人要立刻剥下皮毛，刮去脂肪，晾晒风干，再将肉块分割储存，油脂要熬成油，填进石灯，为漫长的黑夜提供光与热。她们还要用金剑缝制衣物，确保男人外出时不会因寒冷而冻伤。孩子的婴儿袋、老人穿的皮靴、冬夜里盖的毯子，几乎都出自女性的巧手。在婚姻制度中，女性往往没有太多选择权，兄弟共妻、借妻、交换妻子，这些决定大多由男人和家族长者拍板。女人的意见并不被重视，即便她们心中不情愿，也只能默默接受。因为在集体化的生活里，违抗意味着被整个群体排斥，而那几乎等于失去生存的可能。随着现代教育和社会观念的传入，因纽特女性的角色正在发生微妙变化。越来越多的女孩进入学校，她们开始接触外部世界，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在一些社区里，女性开始参与公共事务，不再只是屋子里的劳作者，但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中，她们依然背负着沉重的责任。在数千年的时间里，因纽特人几乎与世隔绝，他们的生活节奏只属于冰雪和极夜。然而20世纪以来，现代化的浪潮终于拍打到这片极北之地，随之而来的不只是新物资和新技术，还有对因纽特传统的巨大冲击。曾经代表因纽特人智慧的冰屋，如今只在节庆或旅游宣传中重现。大部分因纽特家庭已经搬进政府修建的彩色木屋，里面有电灯、暖气，甚至有网络和电视。狗拉雪橇也逐渐被雪地摩托取代，年轻人更愿意骑着轰鸣的机械穿行在冰原上，而不是驱赶狗群。对长者来说，这是传统的消失；对年轻人来说，这却是自由和便捷的象征。曾经存在的借妻共妻习俗，在基督教与现代法律的影响下逐渐消退。教会宣称这些行为是罪恶，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。年轻一代的因纽特人也开始接受浪漫婚姻的观念，他们谈恋爱，自由择偶，不再把婚姻仅仅看作族群延续的手段。语言是文化的核心，因纽特语一度有数十种方言，如今许多已濒临消亡。学校里，孩子们更多学习英语或法语，而不会再用母语交流。传统的口述史、狩猎歌谣和萨满仪式正在快速消失。文化的断裂像冰川融化一样无声无息，却不可逆转。更严峻的挑战来自环境变化，气候变暖让北极冰盖急速融化，海豹、北极熊和鱼类的数量锐减，曾经赖以生存的狩猎变得越来越难，猎人不得不走得更远，冒更大的危险，却收获更少的猎物。与此同时，现代食品大量涌入，罐头、面包、碳酸饮料取代了精皮和海豹肉，看似便利，却带来了健康问题。糖尿病、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在因纽特人中迅速蔓延。昔日铁胃的猎人正被现代食品拖垮身体。因纽特年轻人常常处在矛盾中，他们既享受着现代世界的便利，又害怕失去自己的根。身份上的撕裂感让许多人感到迷茫。酗酒、抑郁和自杀率在因纽特社区居高不下，成为沉重的社会问题。现代化带来的并不只是进步，也是一种剥夺。它让因纽特人不再受困于饥寒，但也让他们的文化逐渐消亡。对他们来说，最大的困境不是冰雪，而是如何在现代文明与祖先智慧之间找到平衡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。